听到林婉儿的发问，老者抿了抿嘴，感叹道：“小姐，其实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底层逻辑。”林婉儿道：“你说。”老者道：“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，被隐藏起来的人数其实都不算少，有些特殊人才、军工专家、情报人员、特勤人员，身份都是被加密的，全国加起来几千上万人。”说到这，老者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但是麻烦就麻烦在这两种被隐藏的人，虽然都有一个数据库，但绝大多数能接触这个数据库的人都没有这个数据库的最高权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当年用这两种办法隐藏了2个人的信息，那我就算有这个数据库的权限，我也只能调阅我这2人的信息，其他人的信息我是无权调阅的。不仅无权调阅，我连这里面有多少人都不知道。反过来说，即便你也有这个数据库的相关权限，你也不可能查到我隐藏在这个数据库里的人，咱们2个是相互绝缘的。而且这里面还有多个分支，每个人的级别、权限都有不同。比如情报部门，他的最高负责人有权利调阅所有情报部门隐藏的信息，但无权调阅其他部门的情况。林婉儿想了想，问道：“一定有人拥有调阅整个数据库的权限吧？”老者尴尬一笑：“小姐，有权限的人极少极少，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，而且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把信息泄露给任何一个没有权限的人，所以这条路目前我走不通。”我懂了。林婉儿点点头，知道从数据库调阅权限着手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于是他沉思良久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开口问道：“对了，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出生就被隐藏了身份信息，那他没被隐藏之前的信息还能查到吗？”老者回答道：“如果是第一种，所有信息全部隐藏起来，让这个人好像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，那他出生的信息也都会被抹掉。如果是第二种，就要看隐藏他信息的人具体怎么操作的。有的人因为某些目的，可能也会全部抹去，但有的人如果想制造出这个人下落不明的假象，那就不会抹掉之前的信息，因为这些信息还得公开出来，应对有心人的查询。比如一个人大学毕业22岁的时候，因为某个原因需要他人间蒸发，那他22岁以前的档案信息就不会抹去，只会在他的档案上加一个失踪人口或者已经死亡的标签，这些信息也不会进行加密，哪怕只是一个最低权限的普通警员，都能在人口系统内轻松查到他失踪前的档案信息。林婉儿眼睛一亮，脱口问道：“你刚才给我的那些信息里，包含已经失踪和已经死亡的叶晨吗？”老者回答道：“包含失踪的，但不包含已经确认死亡的。”林婉儿忽然想到，自己刚才确实看到了不少小孩子的信息，只不过自己看到小孩子的照片时，都是直接略过，没有仔细看这些小孩子的具体信息。但是这样会忽略一种情况，那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子的照片并非小孩子现在的实际状态，而是这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失踪了，而他的档案信息还停留在他小的时候，没有再更新，这种情况自己刚才就会忽略掉。于是他连忙对老者说道：“我先重看一遍失踪人员的信息，如果还找不到，你再帮我调取已经死亡的相关人员信息。”老者点点头，没问题，又看向电脑，将信息退回到第一个人，随后开始一个一个的筛查。很快，一张黑白照片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，让他的瞳孔猛地一缩。这张黑白照片上的男孩子看起来也就6、7岁的样子，男孩模样俊秀，五官和神韵让林婉儿感觉略有2、3分眼熟。随后他看向这个男孩的信息，嘴里嘀咕道：“叶晨，燕京人，叶长英与安承熙之子。这个叶晨21年前就读于燕京第2实验小学，20年前转学到了金陵第1小学，然后就失踪了，档案信息也再没更新过。”那老者听到他的嘀咕，忍不住道：“叶长英、安承熙这对夫妻20多年前
在燕京可谓是叱咤风云啊。林婉儿问他：“你听说过？”“不只听说过。”老者认真道：“我与叶家有些交情，叶家的老宅子离我这里也不算远，走路半小时就能到。叶家是华夏排名前3的顶尖家族，叶长英当年是叶家最杰出的后辈，他老婆安承熙更是几乎整个硅谷的投资人。对了，安承熙背后的安家在美国排名第2。”原来如此，林婉儿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“怪不得安承熙这个名字这么耳熟，我好像看过关于他的人物传记。”说着，林婉儿看着叶晨那张拍摄于小学1年级入学之前的黑白免冠照片，认真道：“我看这个小朋友跟我要找的叶晨有几分相像，结合名字也叫叶晨，我估计大概率就是他。”“不太可能吧？”老者下意识地说道，20年前叶长英和安承熙在金陵遭遇不测，夫妻2人双双殒命，8岁的叶晨失踪，自此下落不明。无论是叶家还是安家，这么多年来都在找这个孩子的下落，但一直都没有任何音讯。这2个家族的实力都很强，尤其安家、富可敌国，他们都没找到的孩子，不太可能还在世。林婉儿认真道：“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，这个叶晨的身份被按照第2种方式隐藏了，那岂不就没人能扎得到吗？就算富可敌国又怎么样？根本不可能从那极少的人手中得到信息。”老者听了林婉儿的分析，也不由点头道：“小姐您说的对，确实有这种可能。”林婉儿忽然想到什么，指着8岁叶晨那一串燕京本地的身份证号码，开口道：“对了，你不是说如果是第2种加密方式，同时有姓名加身份证号就能查到加密信息吗？那你帮我查一下叶晨的姓名，加上这个身份证号，看看能不能查到什么结果。”“好。”老者也有些激动，立刻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了一个后台，在里面输入了叶晨的姓名以及原本的身份证号。随后2人满怀期待地查看结果，却发现系统内部给出来的信息还是叶晨那个8岁就已经失踪的档案。林婉儿皱了皱眉，为什么还是查不出来？难道有人给他换了新的身份？说完，他不禁自问自答道：“大概率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儿。”林婉儿猜的没错，唐四海当初将叶晨安排进福利院之后，便给叶晨做了一个新的身份。新的身份虽然还叫叶晨，但已经不再是燕京叶家的那个叶晨，而是无父无母被金陵福利院收养的叶晨。他的户口被落在了金陵福利院的集体户口上，所有福利院收养的孩子都是如此，所以他自然也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号，一个归属地在金陵的身份证号。如此一来，无论是叶家还是安家，都没有人能再找到他，唯一能找到他的就是唐四海。此时，那老者开口道：“如果有人给他换了身份，那之前这套信息肯定是查不出来的，必须得知道他新身份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才能查出来。”林婉儿皱了皱眉道：“如果有人帮他在外地落了户，弄一个外地的户口及外地的身份信息，那他被实际加密的身份就不是失踪前的身份了，而是失踪后的新身份。”说到这，林婉儿又道：“我明白了，20年前叶晨失踪之后，有人隐藏了他的行踪，给他弄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又隐藏了他新身份的档案信息，于是以前的叶晨在8岁那年就失踪了，一个新的叶晨，亦或者换了其他姓名的叶晨，出现在了一个新的地方。如此一来，除了当初加密他信息的那个人之外，其他人都找不到他。”老者迟疑片刻，还是开口道：“小姐，现在还不能100%确定你要找的叶晨就是这个叶晨啊。万一这个失踪的叶晨与您要找的那个人只是有几分神似，那岂不就被这种推测误导了？毕竟小孩子的五官还没长开，与某个人有几分神似也是很正常的，但很可能过了青春期，就朝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了。”林婉儿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虽然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要找的叶晨应该就是这个20年前失踪的叶晨，不过这种事情不能太相信直觉，
只是单靠儿时照片有几分神似就确认，属实有些草率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眼睛眨了眨，想起什么，笑着说道：“对了，你能帮我调出叶长英和安承熙的档案信息吗？”老者道：“叶长英可以，安承熙不行，因为安承熙是美国籍，查也只能查出他和叶长英结婚之后留在华夏的一些官方档案。没事，林婉儿道，我只要他们2个人的照片就好。”那没问题。老者又连忙在系统内调取了叶长英和安承熙的资料。当林婉儿看到叶长英档案里那张帅气的黑白证件照时，她紧蹙了眉头，瞬间舒展开来。她忍不住激动地拍手笑道：“哈哈，我的直觉是对的，果然就是他，我要找的那个叶晨，跟这个叶长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